大家好，我是冒险猪。冒险猪今天要带大家一起到名古屋港度过精彩的一整天。到了名古屋港之后呢，我们会用4个设施的共通券参观南极观测船富士号、名古屋港口塔与海洋博物馆，还将要到名古屋水族馆里面看冒险猪最喜欢的虎鲸与海豚哦。另外，影片的最后还有名古屋港的精彩花火大会的表演。影片从头到尾都很精彩之外，冒险猪还会提供交通方式说明，大家记得看到最后哦。就让我们从名古屋车站出发吧。大家都说名古屋车站跟地下迷宫城差不多的复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名古屋车站，建议可以用冒险猪在名古屋车站内不迷路又简单的找路方法。首先，不管你是坐哪一种交通工具抵达名古屋车站，请先到车站的1楼。名古屋车站内呢，虽然岔路很多，但是有一条非常明显又好辨识的大纵轴通道。车站内呢，一共有5种交通工具的入口。大家记得，名铁、近铁、地下铁的入口在靠近樱通口的同一侧，新干线的入口呢，则是在对面的泰格通口旁边的位置 ，JR 的位置在中间。所以一到1楼的时候呢，就是让自己走在这一条大纵轴上面。好消息是呢，名古屋车站虽然混乱，但是头顶上呢会一直有各种交通工具的标示。现在我们正前往新干线的方向，代表名铁跟近铁还有地下铁的位置就在我们背后反方向的位置哦。有看到吗？新干线的旁边的这一个出口就是泰格通口。那让我们往反方向走，现在正前方就是樱通口。名铁与近铁、地下铁的入口呢，都是在这一带。那今天我们要搭乘地下铁到名古屋港。名古屋车站呢，一共有2条地下铁线，东山线与樱通线。不管你要搭乘哪一条，看到地下铁入口的指示，跟着走下去就对了。因为2条地铁线在地下是有相通的哦。在名古屋，只要是当天有坐地下铁的话，我一定是买地下铁的24小时券。24小时内呢，任意的坐地铁只要760元日币，非常的划算。我们先乘坐樱通线到乌大九通站准备换线。到了乌大九通站喽。到名古屋港的交通工具主要就是地下铁的名城线。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名城线并不是每一班车都能够到达名古屋港。不要坐到环状线，看车次上有标示名古屋港的班次才搭乘。冒险猪呢，在名古屋港的前2站先下车，准备到拉拉铺买一点东西。名古屋可以 shopping 的地方很多，拉拉铺的优点呢是卖场里面的空间很大，不会人挤人，很适合亲子一家来采购。冒险猪呢，并不是来逛街。我是快速来这边买折扣的夏季衣服，还有到阿卡奖本部呢大量采买给侄子的婴儿食品。这里的婴儿食品真的是多到满出来，而且价格又非常的实惠。冒险猪弟说啊，他的儿子一定会吃得很开心。然后呢，我也在这边用完午餐才前往名古屋港。一个人吃饭呢，就想简单选个新宿的圣博店猪排来吃。没想到意外的味道非常的好，而且一份定时才1180块日币。大概中午12点多一点，冒险猪就到了名古屋港。地铁站一走出来，马上就能看到前往南极观测船富士号或者是水族馆的标示。如果你在拉拉铺买完的东西需要寄放，可以寄放行李的地方是在水族馆北馆的里面。我的第一站就是从南极观测船富士号开始，富士号的旁边就是名古屋港口塔，所以就是往港口塔的方向前进就对了。在旁边有自助购票机，我是买4设施的通票，2440块日元，单水族馆的票价就要2030日元，当然是买通票，划算很多。南极是人类发现的最后一片大陆，从1950年代开始，各个欧美强国开始投入南极的观测研究时，日本呢也加入了南极研究的行列。富士号是2代目观测船，从1965年开始服役，期間一共出航进行了18次的国家级主導的南極觀測研究，到了1983年呢才正式的退役。こちら使いいただいて、裏面が地図になってますので、これに従って進んでいただければどんどん問題がこう出てきます。
それで、15時までに正解が分かったらこちらにお越しください。はい。で、最後に結構難しい問題もあるので、LINE でヒントが見れるようになってますが、1ページ目ですね。1ページ目。そうですね。なので、そちらを活用し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はい。では以上となります。但是最后呢，我把问题本还给工作人员了，因为这对日文不好的我来说有点辛苦。首先你进来的地方就是以前海上自卫队与观测队员吃饭的地方，厨房就在旁边。大家有没有看过《南极的料理人》这一部电影？我很喜欢看日本自卫队的供餐影片，我个人觉得海上自卫队的餐点比陆军跟空军的还要好吃。事实上，日本针对南极的探勘早在100年前的1912年就开始了。在富士号之前的宗谷号是第一艘以国家力量正式派出的南极观测船。在富士号之后呢，还有设备更加精进的喜拉 C 初代。初代之后呢，还有喜拉 C 二代。动画比宇宙更远的地方里面，企鹅馒头号的原型就是喜拉 C 二代哦。让我们开始来参观船舱的内部。南极观测任务是漫长而且艰辛的，所以富士号上有邮局，也可以发电报，也有卖酒与各种生活用品的商店。富士号上呢，大约有30名的士官，干部是2个人共用一个8叠榻榻米大的房间，有自己的单人床铺、桌子与柜子。虽然每一个士官房间的格局呢略有不同，但是设备几乎都是一样的，并且也有船上医院。这间医务室可是真的有人在这边进行过割盲肠的手术哦。另外还有理发厅，这艘船是不是生活的各方面都考量得非常周到呢？在船上的所有人员当然都有自己的工作要每天执行，这里是书务室，文书与各种物品的保管都在这里进行。比起士官的房间，下士官的房间呢，虽然有自己的卫浴，但是10个人是共用一个房间。觉得这样很没有隐私吗？那让我们来看一下非干部的生活空间。这里可是105个人要共用这个约150平方米的起居室，不要说是隐私问题了，有睡眠障碍的人大概会非常的痛苦。在这里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以前有一位叫做田中早苗的队员在床的底部偷偷写下了“人生若有乐，苦更是多”的一句话。不难想象，在南极这种一点娱乐都没有的地方，又睡在这种大通铺上，当时是怎样的一个心情。当时为了让富士号即便穿越南极的暴风圈也毫不受影响的继续前进，刻意的不装上船底的稳定装置，所以富士号是超级的摇晃。这里是观测员的房间，我们也看了好几个不同类型的房间。我想大家心里也归纳出来了，在船上除了船长之外，地位从高到低的排序就是士官干部、观测员、下士官、一般队员。但不论是以什么样的身份上了观测船，大家的作息是一致的，早上6点起床，晚上10点熄灯。在这里还可以看到日本跟南极相关的电影或是动画里面都有出现过的雪上车，这一台是中古时代就开始使用的1号车，没有它就没有办法从船上运送物资到昭和基地呢。当然这里还有展示了跟南极相关的各方面知识，对南极很有兴趣的人在这里可以有很多的收获哦。回到甲板上后呢，在这里除了可以从海上看到名古屋港口的风景与停在甲板上的直升机之外，千万不要就从这里直接离开了富士号哦。最后还要来剑桥看一下这艘70年前的破冰船的驾驶室里面设备都长什么样子。虽然冒险猪完全看不懂这些仪器的作用，但我觉得70年前就可以以当时的技术制作出可以撑过高腐蚀环境，并且零下50度还能够运作的各种仪器，真的是很厉害。接下来我们的第2站是名古屋港口塔。这一栋塔楼里面呢，7楼是观景台兼休息室，3楼则是博物馆。让我们先在7楼看一下风景，顺便休息。
这里还有船长的衣服跟帽子可以穿来拍照哦。第3站呢，就是海洋博物馆。我本来以为这里会有点无聊，没想到博物馆里面可以看的东西很多。在这里有可以体验自己当船长、驾驶船只的互动设备，也有包括了解名古屋港的发展历史与港口运作的模式。而且不仅仅是名古屋港本身，包括全世界的船只发展过程，跟大航海时代的时候，当时船上的生活条件与船员们必须面对的疾病与困境，博物馆都是以很丰富的方式来呈现这些展示物，并且还有大航海时代船只的贸易路线。这些都是当时各个重要贸易点的值钱物品的珍品展示哦。这个是昭和时代的时候，日本与叙利亚调查团在叙利亚海域附近挖出来沉睡在海底的古代陶壶。今天白天的行程最后一站就是水族馆，冒险猪的重点就是来看在北馆的虎鲸与海豚。现在日本第一大的虎鲸就是在这里，有6公尺长、3.6吨重的阿斯。冒险猪呢是第一次看到虎鲸，没想到虎鲸这么的可爱。如果大家还在犹豫来名古屋玩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安排来名古屋港，就不要犹豫了，赶快来吧！现场看到6公尺大的大鲸鱼，绝对比影片上看到的更加震撼。我身边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每一个都在兴奋的大叫。然后名古屋水族馆这里有2种海豚，斑纹海豚跟宽纹海豚，这应该是斑纹海豚的妈妈跟婴儿。大家有看过阿卡奖的海豚吗？是不是跟人类的宝宝很像，一直跟在妈妈的旁边？北馆这里呢，同时还有巨大的鲸鱼标本，而且还可以有免费的纪念照服务。即便冒险猪是自己一个人来参观，都觉得名古屋水族馆超好玩的。再来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虎鲸的现场解说介绍跟海豚表演。大家记得要先把时間查好，因为2个小時才有一場表演哦。
因为靠近观众的前面池子呢是海豚池的关系，不可能把虎鲸跟它的食物放在同一个池子里面表演，所以这里的虎鲸表演主要都是以看荧幕为主，但是海豚的表演可就是近距离观赏咯。跟大家说，冒险猪没有经验，所以坐在没有很好的位置。如果大家到水族馆要看虎鲸或者是海豚的表演的话，或者是要来露营，记得要挑整个池子的正中间的中央排位置，不要坐在太旁边或者是太前面哦。海豚团的表演实在是让冒险猪佩服不已，他们不单单是表演而已，而是会团队合作的表演。我们准备往南馆移动喽。北馆跟南馆中间的通道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东西，我也要来玩一下，那就是金鱼玩偶抽抽乐，一枚1300块日币，保证有奖。在排队的时候啊，听到前面有人抽到大奖，我就开始思考说，如果万一我抽到超大只的金鱼，是不是应该先去邮局用海运把玩偶寄回台湾呢？不过这一切都是我自己想太多了。いただきますね。はい。せーの、ドン。ホワイト3頭と、ホワイト3頭ですね。じゃあ白の子、小さい子2つ。はい。白。2つだな。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有一点难过，不然也给我抽中一黑一白小只的啊。不过我本来就是没有抽奖运的人，没关系，下次再继续努力。到了南馆后，南馆的水族馆也没有让人感到无聊。南馆这里呢是以日本的海、深海还有赤道的海，展示了各种海域不同的生物。在这里呢还可以看到来自澳洲很原始用肺呼吸的肺鱼。还有超大的海龟。冒险猪想要跟大家提醒的是，当大家在查询名古屋港水族馆的营业时间的时候呢 ，Google Map 上面显示的时间是不准的。水族馆呢，并非每天都营业到晚上8点，有时候呢下午5点半就结束。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到官网查询哦。南馆的大明星就非企鹅莫属了。在企鹅的大水族馆前面，很多小企鹅都会停在玻璃的前面，一直观察人类。让我有一种错觉，就是这里其实是让企鹅欣赏陆地的哺乳类动物。谢谢大家影片看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进入名古屋港的花火大会了。冒险猪呢要感谢当时有其他日本人把第一排最好的位置分给我一个位置拍摄。40分钟长的花火大会呢，冒险猪将比较精彩的片段简介给大家看，那就准备开始喽。